东北女子要和备胎结婚，心里嘴里念的却都是前男友，遭涂老师怒斥，气到当场爆发雷霆之怒。爱情是一门非常精确的科学，说几秒就几秒，说不爱就不爱，装什么装呢？谁斗气儿呢？不甘心呢？失败一次就失败一次，再找一个彻彻底底爱过嘛。你伤害这么一个受气包干什么呢？你拖着他干什么呢？一个头高到云端里，一个头低到尘埃里面。如果不爱一个人，他干嘛要这么腻腻歪歪？不爱就直说。女孩做出的事情究竟有多过分，让涂磊老师如此大声呵斥？让我们了解一下故事的来龙去脉。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。祝您平安喜乐，好运连连，来年一定发大财。故事的男主人公秦先生今年32岁，来自四川重庆，是一家 IT 公司老板。女主人公小梦今年33岁，来自东北黑龙江，是一名文案策划者。天南地北的两个人是怎么认识并在一起的呢？看看赵川问到两人的一幕就知道了。那来自重庆，一个是在黑龙江，你们是在异地还是异地恋？我们是异地恋，谈了多久恋爱了2年多。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，就是我去重庆玩啊，我觉得重庆人挺好的，然后我也喜欢重庆人讲话。等到回家之后，我在网上就搜索重庆的，就加上他了。这段缘分也算奇葩，因为小梦去到重庆玩，没想到搜索重庆男生就搜到了秦先生。由于秦先生待人接物都很绅士，两人认识后就开始了网恋，至今恋爱关系已经2年多了。但因为一个在重庆，一个在东北哈尔滨，异地恋导致两人恋爱2年多，实际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到10天，并且见面次数只有5次，这不得不让人担忧这段恋爱甚至比不过和朋友见面的次数，能否继续下去？秦先生也发现不对劲了，因为小梦对自己毫不关心，也从来没有主动发信息和打电话给他，偶尔的聊天似乎也是女孩在寄托着什么信息，说什么今天好累啊，然后我看他也没有说一句啊怎么了，你怎么了，好像漠不关心的似的那种感觉。哦，你嫌他不关心你是吧？对呀，我认为感情不是一个人的事儿，然后再加上我对这份感情我也很认真的在对待呀。因为有几次秦先生报备小梦自己要喝酒应酬，可能会跟异性接触，但小梦表现得漠不关己，毫不担心其他异性介入这段感情。秦先生觉得这段恋爱是自己跟自己谈的，没有一点点爱情的味道。而小梦此时的解释却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对待感情都要自己去管好自己就可以了。这样说话的语气没有一丝丝爱意在里面。接着秦先生说到让人不淡定的一幕：下班回家的路上车就发生插挂，然后我当时就忙到焦头烂额的，我就处理车上的事儿啊。然后后来我一处理完了之后，我才记起啊今天晚上要视频，我都给搞忘记了。我快12点钟，我一看手机，他也没有发一条信息，也没有打一个电话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感受是在2年多异地恋爱的过程当中，你被忽视了，被冷漠了。他甚至连醋都不吃你的，所以你怀疑他是不是喜欢你，是吧？对呀，我就感觉他好像找的不是在谈恋爱，好像找的就是一种感情上的寄托或者是一种安慰。小梦心里足以看出他不在乎眼前这个男人，爱情的滋味不是应该满眼都是对方吗？会为了一点小事吃醋，不见面的时候会十分想念。而女孩作为正在谈恋爱的女人，并没有上面的一丝丝表现。秦先生也说到自己有一次重庆去贵州出差，自己开车去之前跟女友小梦发消息，到了的时候已经凌晨4点了，但小梦却从始至终连一句信息都没有，就连朋友之间的一路平安的话语都没有。秦先生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在恋爱，而是找了一个把自己当备胎的女人，等他需要的时候，自己就是他的受气包或者是倾听者。此刻小梦的嘴脸终于忍不住现出原形了。约好视频，你爽约的事儿，那是你爽约，你放我的鸽子，凭什么要让我再去关心你啊？你就几秒钟拨号的时间，告诉我车发生了怎么样的状况，你告诉我一声，让我在那傻傻的等，我等了多长时间？等到我睡着了，连个信儿都没有了。还有你刚刚说，你刚还说什么来着？你是真不关心他呀？他刚才说了邀请你去重庆生活，你不愿意去。刚说那个事儿，大男人，你干嘛像一个女子那样啊？你要什么呵护啊？我应该要你来呵护我才对呀。那我再说了，为什么不去人家那儿啊？他说你来我公司给我打工，然后我发你工资。秦老板，你现在你都这么抱怨我了，你高兴的时候给我3万，不高兴给我300，你说我怎么活呀？怎么可能？小梦的嘴脸已经很明显了，对男朋友没有一点点心疼。男女之间谈感情，不就是嘘寒问暖吗？难道连这点关心都没有，能叫男女朋友吗？屏幕前的家人们，可以说一下你认为的男女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吗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。言归正传，像这种女人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冷漠呢？秦先生接下来暴露出的一幕惊呆了全场嘉宾的下巴。很多信息啊，主持人我是不能看的。我下楼的时候你偷窥我隐私啊，老能了，是密码一下子试出来了，也不算一下，不是说明他关心你啊。就写了一条信息，内容是什么呢？我就不相信异地恋不会长久。说错了吗？
我一定要坚持给你看啊！我再看下面的配图啊，是她的以前的男朋友的配图啊。我就是随便配了一下。再说一张图片代表什么呢？原来这段恋爱2年半时间，女子心里都被另一个男人装满了，那就是她的前男友秦先生，只是她的寄托或者说备胎。发个朋友圈对秦先生屏蔽，因为他发的是思念前男友的文案，配上的图也是难以忘怀的前男友。这就说明这2年来，小梦心里从来都没有秦先生，因为秦先生提过多次去见小梦的父母，都被各种理由和借口拒绝了。而秦先生也说带小梦去见未来的公公婆婆，也被小梦拒绝了。爱与不爱一目了然，难怪会这么冷漠的对待他。那为什么要这样拖着这样一个深爱他的男人呢？肯定是秦先生身上有他前男友的影子。赵川看不下去了，直接问到女孩小梦：“我能问几个问题吗？”对。你在小片里说你心里有他是吧？对呀。你想嫁给他吗？想。第二个问题，你在心里还有你前男友吗？没有。没有？你跟谁谈恋爱？跟人家说干嘛？这个东西有可能就是那个证明给你看的你是谁呀？泛指。泛指吗？小梦被赵川的问题整懵了，她的回答模棱两可，还带点迟疑的犹豫，已经暴露出她内心的想法，甚至说小梦到现在都没有真正意义上接受秦先生，还说网络到现实不能1-2个月就要接受，但2人已经2年多的恋爱了呀。赵川只好再次问到小梦的前男友，前男友为什么分手？前男友是因为他出国了，异地，所以分手。哦，也是异地分手。对。你跟前男友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吗？也是不怀疑、不吃醋，宽宽心心的，也不关心他吗？原来不是这样的，人总是要改变，人总是要成长的。之前那样，现在就换一个方式了。好，这次是你提的分手是吧？对，我感觉到在我们相处的这一段感情当中，好像只是我一个人在恋爱。我找不到那种恋爱的感觉。真相已经一目了然，原来小梦一直对前男友心存幻想，或者说她还活着前男友的影子里，拖着秦先生2年，就是用来怀念前男友的点点滴滴。而秦先生从始至终都找不到恋爱的感觉，所以他今天来是跟小梦分手的。也许小梦思念前男友的时光将要被打碎，所以他不愿意分手，但心中却没有对秦先生的爱慕。那最终结果会如何呢？让我们看看嘉宾老师怎么说。首先点评的是武汉大学老师陈。跟你前男友这一直有个结，就是他一出国，你们俩异地，你们就掰了。你就不服这个气，就要证明一下，不一定是找谁，也不一定证明给他看，是证明给你心里那个结看。陈明老师点出女孩根本对男生没有爱，只是证明心里放不下的结。2年对时间，按道理什么都应该抚平了，但确实是有些人很难走出阴影。给出的建议是，竟然不爱及不要伤害，不要一直拖着人家。接着是新唐米娜老师犀利的点评。前男友跟你分手的时候给你的是什么理由？也没有什么理由，就是分手，因为2个人分开久了。为什么前男友给这个理由你接受，他给这个理由你就不接受？因为我不想在一次事情上跌倒2次。所以其实今天你不是放不开他，你只是不想又一次摔在这个石头上。怎么个好法呀？就是该聊天的时候还会陪我聊天，我需要他的时候他还是会出现。不需要的时候呢？他忙他的。你那要的是一个服务员，按一下铃，哎，过来了。你需要什么服务？倒杯水，好了，倒完我走了。可是米娜老师犀利地指出，女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喜欢男生，而是把他当作服务员，召之即来挥之即去，就是想让催婚的父母看看他有在谈感情，借此空闲来缅怀前男友。爱一个人心里究竟是什么滋味？有的人说爱一个人想着他茶不思饭不想，只想时时刻刻跟他在一起；有的人说爱一个人就像雨后春笋，有了滋润变得再冷的冬天都很暖暖到心坎里。但小梦的说法却是爱一个人就是心里有这个人，一句平平淡淡的字眼，就像说了又好像没说一样。这样的爱不清不楚，哪个男人能接受呢？所以建议女孩分手后还可以做朋友。最后是压轴出场的涂磊老师点评：恋爱既让对方疼爱，又给对方依恋，这叫恋爱。爱情是一门非常精确科学，说几秒就几秒，说不爱就不爱，装什么装呢？你对你前男友的那种所谓的思念牵挂，那才叫做爱。觉得自己以前太热烈了是吧？现在怕矫枉过正又失败了是吧？跟谁斗气儿呢？不甘心呢？失败一次就失败一次，再找一个彻彻底底爱过嘛。你伤害这么一个受气包干什么呢？你拖着他干什么呢？一个头高到云端里，一个头低到尘埃里面。如果不爱一个人，他干嘛要这么腻腻歪歪？不爱就直说，失败一次没有关系，下次再找一个完完全全可以重新开始，还有可能获得爱情。30多岁不算晚。
涂磊老师太凶了，女孩都差点流眼泪了。一个33岁女人心里爱的是前男友，却要一直拖着另一个男人，不撒手，也不同意去他的城市，也不愿意马上结婚，这就是不爱的表现。因为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，不管多远都想马上飞到他的身边。但相反的是，秦先生却真的同喜欢这个女孩，恋爱的实质就是牵挂和嫉妒。女孩没有表现出半分，但秦先生却恰恰相反。可接下来女孩的一段话，真的让全场都惊呆了。可能是不够爱，但不能说不爱。连自己都说的那么不够体贴，可能是不够爱。你哪怕说是不，我不是不爱，我只是不够爱，还可能是不够爱。你骗谁呢你？我是觉得我表达爱的方式不是表达爱的方式，姑娘，你自己默默的先问一问，你比较一下当初你爱你前男友跟爱他的感觉是怎样的，你自己比较一下。可是恋爱是一回事儿，婚姻是一回事儿啊，并不是说我跟他在一起就非得很爱很爱的那一种啊。你是打算跟他婚姻的是吧？是有这个打算。他是第一个非常坦率的说出这句话的嘉宾。女孩的想法是爱情是一回事，婚姻是另一回事。言外之意就是她可以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，但是爱情里面的那个人，她一直不会忘记。这样的要求哪个男人能接受呢？如果让你娶一个爱着别的男人的女人，屏幕前的你会愿意吗？我想真没有哪个男人真心愿意的。这女孩这句话也是太伤人心了。虽然到最后女孩说愿意去重庆找男生，也愿意嫁给他，但男生接受不了心里没有他的女人。婚姻的本质也是要有相爱的基础，既然不爱，何必要来伤害呢？最后秦先生选择离开小梦，而小梦也是自食其果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的美好是婚姻的基础，没有爱的婚姻也不会幸福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陪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